你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你慢点，彭总。部队到哪儿了？几十万大军呐，一点动静都没有吗？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的不仅是25万志愿军，更是一场信息量极度不对称的生死博弈。作为志愿军最高统帅的彭老总，虽轻车简从，率先入朝，却立刻陷入了最令人绝望的战争迷雾。相比于美军武装到牙齿的机械化和无线电网络，志愿军初期的通信手段极其原始，部队在夜间隐蔽行军，一旦脱离电台，几十万大军便如泥牛入海，销声匿迹。而此时此刻，作为全军的大脑，彭老总不仅失去了对四肢的控制，更失去了听觉与视觉。在异国他乡的荒野中，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只能焦灼地寻觅着他唯一的千里眼与顺风耳。当彭老总在信息黑洞中苦苦挣扎时，志愿军前哨的触角正极力向他靠拢。2名精锐的侦察参谋如孤狼般在朝鲜凛冽的山林间前行，循着蛛丝马迹搜寻着彭总的下落。突然出现的不明武装，让这2位经验丰富的侦察参谋瞬间绷紧了神经。人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此时，被惊动的神秘武装已然逼近，侦察兵误以为遭遇了美军空降部队，果断亮出底牌，一场电光火石的近身对峙瞬间爆发。这场虚惊一场的遭遇战，反而成为了破局的关键契机。眼前这支人民军队伍正严密警戒，押运着重要物资，而他们透露出的保卫任务路线，让敏锐的侦察参谋瞬间捕捉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他们在这儿执行一个特殊的保卫任务，一定是重要的任务。我懂你意思，彭老总也一定就在附近。侦察参谋的直觉极其精准，他们已经无限逼近了风暴的中心。与此同时，战场另一端的彭老总正经历着炼狱般的内心煎熬。可眼下，数十万大军如泥牛入海，前方的战况更是被浓重的战争迷雾死死遮蔽。面对这令人窒息的失联状态，这位向来从容的统帅此刻内心却无比的焦灼。彭总，你们怎么刚来呀？车跑慢了。电台车有消息吗？还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尽管通信的生命线依旧断裂，但在朝鲜人民军将领的全力协助下，志愿军前线指挥所终于在废弃的大鱼洞矿区找到了立足之地。在绝对丧失制空权的残酷现实面前，这种深藏于地下的天然掩体是步兵将领对抗钢铁洪流的唯一生存法则。然而，矿洞的坚固并不能抚平彭总心中的惊涛骇浪。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生平第一次陷入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绝对被动之中。他最恐惧的不是随时可能落下的炸弹，而是那种无法掌控战局的无力。彭总，赶紧隐蔽吧！别大惊小怪的。据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我看呐，是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是啊，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光杆司令了？一句苦涩的光杆司令撕开了最高指挥官在信息化断层面前最无奈的伤疤。头顶是敌机，肆无忌惮的飞掠侦察，手中却没有任何可以调度的筹码，连自家大部队的行踪都成了未知数。这种极度的战略焦虑如毒蛇般啃噬着他的神经，甚至直接化作了生理上的剧痛。彭总，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哎呦，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严重的胃病似乎成了那个年代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们身上共同的烙印。此刻的拒绝进食，绝非简单的脾气暴躁，而是千斤重担压顶时的生理性失控。他咽不下的不仅是粗糙的干粮，更是对前线战机流失的深深自责。然而，即便在这份足以压垮常人的极度烦躁中，统帅那份深藏于心的柔软，依然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彭总，去吧。到路口，给我等电台车。是。等等。大衣披上。彭总，去吧。是。一句把大衣披上，透露了彭大将军粗犷外表下对底层官兵最本能的疼惜。然而，慈不掌兵，温情无法替代冰冷的信息流。在这场打明牌的信息化屠杀面前，没有高效的指挥网络，志愿军的血肉之躯就只能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就在彭老总望眼欲穿之际，那辆承载着全军命运的电台车，正如同汪洋中的一叶孤舟，在美军战机的死亡阴影下拼死突围。处长，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你慌什么？
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油门给我抬到底，往前冲！历经九死一生，险些与美军机械化部队迎头相撞的电台车，终于在通信主任崔伦的死命令下，奇迹般的扎进了大鱼洞。他们的到来意味着瘫痪的指挥中枢即将重新苏醒。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劫后余生的拥抱，而是最高统帅如同火山喷发般的雷霆震怒。崔伦，到！你这家伙，我处分你！彭总，我错了，我请求处分。错了，电台呢？都在车上，准备发报。是。怒火的背后是对时间流逝的极度恐惧。就在发报机刚刚架设，准备重启这部战争机器的神经系统时，一连串沉闷的轰响突然撕裂了山谷的宁静，将所有人的心瞬间悬到了嗓子眼。炮声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北边传来的炮声如同死神的敲门砖，印证了彭老总此前最糟糕的战略推演。敌军装甲履带的推进速度已经远超此前的判断。这不仅意味着原定的防线可能已经洞穿，更暗示着美军极有可能已经完成战术迂回，正对这处脆弱的临时指挥部形成反包围。好走！而此时，作为志愿军眼睛的侦察参谋终于与大脑惊险汇合了。他们不仅带回了至关重要的联络工具，更带回了距离指挥所仅在咫尺之遥的兵力部署情报。这份沾染着浓烈硝烟味的情报，直接将统帅逼到了必须做出关乎存亡决断的悬崖。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苏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侦察参谋是基于忠诚与使命，劝彭总火速转移。可彭帅的回应铿锵有力，他寥寥数语彰显了一位最高统领者同三军共生死的铁血豪情。他绝不在未经筹谋的局势下带头退缩，一旦他脱身了，刚刚建立下来的斗志与信仰必然全面瓦解。彭总，邓司令员、洪波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要不先报个平安吧。听到了吧？听到毛主席连夜寻人的急电，彭老总那犹如利剑般的眼神瞬间柔和了片刻，随即化为了对电台兵无声的敲打，稳定大后方，更是稳定整个国家战略大盘的基石。在生死未卜的绝境中报出的一声平安，是前线将领对最高决策层最深沉的交代。发报。是，发报。此时的菊香书屋内灯火通明，毛主席正面对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地缘政治危局。当聂帅快步递上那份带着前线温度的电文时，笼罩在最高统帅部上空的阴霾终于被撕开了一角。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彭总他是副将，老彭啊，当孤胆英雄太冒进了。福将的宽慰与冒进的嗔怪，交织着老一代革命家之间的深厚默契与极限担忧。但在寒暄之后，最高决策层瞬间进入了冷酷的战略推演状态。快念一念。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情报铺开，残酷的现实浮出水面，平壤失陷，朝鲜人民军主力土崩瓦解，敌军正四路疯狂北犯。由于美军推进过快，志愿军原定在山区构筑防线的时间窗口已彻底丧失。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京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在动态的劣势中寻找胜机，这正是中国军队战略思想的精髓所在。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必须放弃固守待援的幻想，将战略核心果断向运动战全面转型。西川与长津这两个在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地名，被赋予了扭转乾坤的战略权重。但要实现这一惊天逆转，必须依靠极致的隐蔽。而在敌人张狂的攻势下，留给志愿军的伪装时间已经屈指可数。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他们在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呢是南朝鲜军168三个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3个师一口吃掉。志愿军头一回亮相，得亮个满堂彩啊！满堂彩，这不仅是一句期许，更是雷霆万钧的战略指令。毛主席精准地捏住了联合国军的软肋，让战斗力相对薄弱却冲锋最前的南朝鲜军成为志愿军立威的绝佳磨刀石。主席咽下的这口苦涩茶叶，犹如将整个战局的惨烈与重压一并消化，化作了雷霆一击的决心。太好了，找到了，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信号的接通意味着
志愿军这头隐匿在暗处的战争巨兽终于重新激活了他的大脑。自私的指挥者们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更为之震撼的是，当彭总的战术意图与北京的战略指示相对照时，两者竟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同频共振。太好了，找到了彭总，我们就踏实了。是啊，而且彭总和毛主席的部署不谋而合呀。这种不谋而合是基于对战争客观规律的极致洞察，也是高级将领间生死相托的底气所在。战略的共识一旦达成，剩下的就是如同精密齿轮般的战术绞杀。命令38军应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妙香山，坚决把东线的敌人挡在妙香山以东。39军按原定计划向泰川、归城方向继续推进。42军目前行至东线的2个师，任务还是阻击，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三大王牌主力被迅速切入了朝鲜北部的关键节点，一张以大鱼洞为中心、口袋朝南的巨网正在冰天雪地中悄然张开。随后，邓洪2位副司令准备即刻奔赴大鱼洞，与彭总协商更全面的全局部署。就在志愿军节衣缩食、引入尘烟的同时，远在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内却是另一番香槟与雪茄交织的傲慢场景。在通讯官的大声通报中，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部队正以惊人的速度向鸭绿江奔袭。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don't have the guts to confront us. We will meet them on the banks of the Yalu River. 仁川登陆的惊天逆转，将麦克阿瑟推上了战争神坛，也彻底蒙蔽了他的双眼。极度的自负，让他将新中国的严正警告视作政治讹诈，将鸭绿江畔的暗流涌动视为怯懦的虚张声势。在他眼里，现代战争只是补给线与重火力的数学游戏而已。而在彭老总眼中，战争是钢铁意志对决的生死熔炉。两军统帅的命令截然相反，一方是全速暴露、高歌猛进，另一方则是隐秘潜伏、伺机绞杀。这种犹如天地之差的战术哲学，即将碰撞出最为惨烈的火花。历史的指针已然拨动，第一次战役的血色大幕即将拉开，一场关乎国运、关乎世界格局的钢铁与意志之战已避无可避。此刻，麦克阿瑟口中不存在的志愿军军队将如何用一场惊天动地的满堂彩，让整个西方世界为之胆寒？这里是无解千句，下期将继续为您深度解析猛虎下山。